老公查出不育，我没办法做了试管，挨了几百针，受了无数罪，我终于平安生下孩子。可孩子出生后，老公却以孩子不是他亲生的为由，不管不顾。不仅如此，他还开始频频夜不归宿，甚至出轨，最后还染上了家暴的毛病，把我的一只眼睛打到了失明。我好好的人生全被他毁了。上天垂怜，再次睁眼，我竟回到了过去。这次我决定离他远远的，就让他自己在深渊中沉沦。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再次睁眼，我回到了过去。我发现自己正坐在医院的椅子上，等检查结果。我瞬间惊醒，原来我是回到了2年前。前世因为结婚1年后都没有怀孕，林深一家怀疑我身体有问题，便要求我来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我自己也有些怀疑，于是便趁着周末来了医院。可结果显示我很正常，一丁点问题都没有。于是我怀疑问题出在了林深那里，要求他也来医院检查。谁知他一听就怒了，说是损害了他大男人的尊严。还是后来过了很久，一直没孩子，林深才屈尊降贵的来医院做了检查。结果就检查出了他有死精症，这辈子注定无法拥有自己的孩子。后来林深一家恳求我做试管，可自从孩子出生后，林深就变了。曾经承诺会把孩子当成亲生的他，一改往日的态度，不仅对孩子不管不顾，对着我也是想骂就骂。他觉得我生下这个孩子就是给他戴了绿帽子，可当时明明是他自己同意的呀。公公婆婆也整日唉声叹气，说是我不守妇道，时不时给我气受。我不服，跟他们理论。林深转头就给了我一巴掌，从此后我就生活在了地狱里。几年后，被打得双目失明的我，经受不住打击，跳楼自杀了。如今重活一世，我决定不再软弱，一定要赶紧离开林深这如同饿狼的一家。打定主意后，我就走出了医院，转而在网上找了几个检查报告的模板，去打印店打印了出来。我把报告揣到包里，就直接回了家。客厅里，林深正坐在电脑桌前打游戏，键盘噼里啪啦的响，时不时还夹杂着他的几句咒骂。公公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抽烟。明明有烟灰缸和垃圾桶，他却偏偏不用，非得往地上撒下一层的烟灰和垃圾。至于婆婆，则吃着我买的水果，悠闲自在。上辈子也不知道我的脑袋里是缺了哪根筋，嫁到了这自私的一家，还听了他们的劝告生了孩子。这次我可不会再傻了，我想。婆婆看我进来，翻了个大大的白眼，斜愣的眼睛问：回来了？检查结果出来了。本来吵闹的客厅，随着婆婆的一句话安静了下来。林深的游戏不打了，公公的烟也不抽了，一家人直直地盯着我。我嗯了一声，刻意装出了一副心虚的样子，把检查报告从包里拽出一个角，出来了。婆婆见我的窝囊样子，蹭蹭地走过来，把检查单子从包里扯了出来。她看了几眼，瞪大眼睛喊了出来：免疫性不孕，这是啥意思？我嗫嚅着，医生说就是体内具有抗体，所以不能怀孕。林深他妈听不懂，只问：那能治吗？能是能，就是得花很多钱，什么时候能治好也说不准。我这话刚一出，林深他妈嗷的一嗓子就叫了出来，一下子坐在地上。这是造了什么孽了？张小慧，你这个不会下蛋的老母鸡，可害惨我们了！你是想让我们家断子绝孙啊？林深他妈坐在地上，一边用力地拍地，一边哭喊，鼻涕眼泪呼了一脸。
我看了却心中想笑，这可是他的拿手好戏。往日里，但凡有事办的不合他的心意了，他就使这一招撒泼打滚。以前我嫌丢人，只要他这样，就算我不愿意，也多半会屈服。可如今我却觉得好笑。但愿来日他知道自己当成宝贝一样的儿子不能生，也会如此。林深和公公本还站在原地，看到婆婆这样后，都急忙走了过来。林深从地上捡起那张单子看了几眼，脸色难看。公公则捂着心脏的位置，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说着，身体摇摇晃晃的就要倒在地上。婆婆见状，泼也不撒了，赶紧起身把公公扶到了沙发上。林深也是一副孝子贤孙的样子，又是端水，又是拿药，三个人相亲相爱，唯独把我放到一边。还好，我早已看清了他们一家的真面目，此时一点伤心都没有，甚至还有些隐隐期待。假设有一天他们一家知道不能生的是林深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想着想着，我的嘴角就止不住的上扬。没想到刚好被婆婆看到了，她手指几乎要指到我的鼻子上，唾沫星子直接喷到了我脸上。老头子都被你气病了，你还有脸笑？你这个不孝顺的东西！我儿子被你坑惨了，妈，对不起，我没有。我装出一副窝囊样子，呜呜地哭了起来。妈，你可千万不要让林深跟我离婚啊！我不能怀孕，要是离婚了，可怎么办呢？我这话算是提醒了林深他妈。对，我要让我儿子跟你离婚。你一个不能生的女人，还想赖在我们家里？谁给你的脸？你自己不能有孩子，还想连累我儿子？我现在就让我儿子跟你离婚！眼看着林深他妈落到了我陷阱里，我却哭得更加凄惨。不要啊！我不要离婚，我不能生，身上又没钱，可怎么活呀？医生说了，我这病可以治的，只要20万就能治啊！林深他妈听见这个面目更狰狞了。20万，把你卖了都不值20万。明天你们就去民政局离婚。林深他妈朝林深说道。只林深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并没有说话。婆婆把他叫到一边，你不会对他还有情分吧？我告诉你，你可别犯傻呀！他现在不能生，又没钱，你还跟他过什么？还20万？别说这20万能把病治好，不能。要是有20万，妈都能给你娶一个黄花大闺女了，那不比他强？你看看他，要个没个，要样没样，家里还是单亲的，他妈是个后妈。你说，要是真治病，他娘家能替他出钱？你可别犯傻呀！再说了，谁知道他到底为啥不能怀孕？兴许是打胎打多了。虽然林深他妈是压低声音说的，但那声音实在算不上小，在一边的我听的是清清楚楚。林深先前还没吭声，但当他妈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脸色一下子就黑了。他就是这样敏感又多疑，也不知道他因为这句话想到了什么，脸色几次变换，最后恶狠狠地说了句离。我神情难过，盯着林深一字一句地问道：你真的要离婚？他却躲闪着我的眼睛。离婚还能有假的？我妈说的对，谁知道你在外边做了什么，跟多少男人鬼混过，现在连个孩子都怀不上。我脑中突然想到了上一世，林深被检查出不育，再也无法拥有自己的孩子后，他跪在地上哭着求我，让我不要离开他，不要跟他离婚。后来为了他的面子，他还把问题安在了我的身上，所有人都以为是我的问题，殊不知他才是最终的罪魁祸首。也许他一直就是这样的自私冷漠，只是现在我才认识到他的真面目。我抬眼望去，婆婆得意，公公坐在沙发上板着脸不出声。
但分明是十分赞同的样子。一家子自私鬼！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一巴掌呼在林深的脸上：“放你妈的屁！我找男人，你可别在我身上扣帽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公司的那些破事。想要离婚可以，给我10万块钱，要不休想！”林深看我说出他公司的那些破事，恼羞成怒：“张小慧，你别太过分！他妈看见他挨打，疯癫的伸头撞了过来。你敢打我儿子，我跟你拼了！”看着跟牛犊子一样的婆婆，我赶紧闪到了一边，结果就是她收不住，一脑袋撞到了桌子上，头都被撞破了，血顺着额头滴了下来。林深他妈摸了一把，看见手上的红色，翻了个白眼就晕了过去。又是一场兵荒马乱，林深一家都去了医院，只有我自己留了下来。趁着他们不在家，我把自己的东西全都收拾好了，结果就是越收拾越心酸。在这个家生活了这么久，我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也就2个行李箱，可真是寒酸。但我也没时间伤春悲秋，因为我知道等林深一家从医院回来，还有一场硬仗要打。果不其然，大概2个多小时后，林深一家回来了，他妈头上还顶着纱布。林深似乎想要替他妈报仇，一回来就捏着沙包大的拳头向我挥过来，可我早有准备，我反手拿起身后的菜刀挡在身前。林深愣了，他不敢再上前，只嘴里叫嚷着：“你有本事把刀放下！”我呵呵一声，傻子才把刀放下。因为这把刀的存在，林深一家都老实了许多。以前家里都是我来做饭，可现在都闹到这个地步了，我肯定不会再做了。而林深他妈受伤，林深跟林深他爸当惯了甩手掌柜的了，也不做。最后饿得实在没办法了，只能点外卖。关键是他们吃外卖吃出自豪感来了，看见一旁没得吃的我一家人，又都洋洋得意的，真是搞不懂他们身上怎么这么多优越感。晚上林深想要进房间睡觉，被我一脚踹了出来，气得他在门口大骂：“神经病，不能生还这么硬气，谁给你的胆子？”可到底他顾及着手中的刀，不敢再多说什么。林深在客厅的沙发上将就了1个晚上，第2天就感冒了，这可把林深爸妈给心疼的，又把我好一顿骂，我只充耳不闻。就这样几天下来，林深一家怨声载道，他们是想把我踹出家门的，但是想让我净身出户，不想给我1分钱。而我也只认准了一件事，反正我不能生了，我就要赖在这个家。他们想啥都不给我，就把我扫地出门，那不能够。就这么僵持了几天后，林深一家同意给我3万块钱，虽然不多，但能在铁公鸡一样的林深家要来这些也不容易了。其实这也在我的心里预期，正是知道林深一家十分吝啬，我才故意狮子大张口要10万块钱。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再慢慢一步步妥协，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达成共识的第2天，我跟林深就去民政局登记了。因为新婚姻法规定离婚有1个月的冷静期，所以在1个月后，我跟林深来领证，才算是真的离婚。自打跟林深登记后，那个家我也就没再回了。我花了1天的时间在外边找了一个房子，是村里的民房，虽然看着有些破旧，但离地铁走路也就10多分钟的距离，还算是方便。且因为这里是外地人的聚集地，街上卖吃的喝的很多，价格还便宜。总体来说，我还是比较满意的。1个月后，我们正式领了结婚证。说来好笑，我跟林深离婚的那天，他还带了他爸妈。当时我跟林深在屋里办手续，他爸妈就在门外等着。等看到林深手中的红本本时，林深他妈笑得见牙不见眼，
一会咱们去饭店里吃饭去，庆祝我儿子终于脱离苦海了，不像某个人哦，以后可就一辈子在苦海里边了哟。他趾高气扬地炫耀，有个人哦，怕是以后都难嫁得出去了，不像我儿子刚离婚就有媒人来打听了。这回哟，我可得给我儿子选个好媳妇，要好生养，还要孝敬公婆。我心里正高兴，碰见林深他妈在这添堵，也不在意。好，那就祝你们不孕不育，儿孙满堂。林深妈正高兴，听见我的话，还以为我真的是在祝福她。等念叨了几遍后，才反应过来，气得鼻子冒烟。可当时我已经在车上了，透过车窗，只看见她在后头跳着脚骂我。她找不到人发泄，只能硬生生地吃了好几粒降压药。而此时我已经回到我租的房子里了。其实说起来，林深一家敢这么欺负我，一是我远嫁，二则是他们知道我的娘家人并不是我的靠山。我的亲生母亲在我10岁那年就去世了，13岁那年，爸爸娶了后妈，隔年后妈就生下了个大胖儿子。从此以后，我在那个家的地位一降再降，跟个佣人也没什么区别了。但凡是弟弟有什么问题，或者磕到碰到了，爸爸不问青红皂白，就会一个巴掌甩过来。自打我记事以来，很少得到过家人的爱，也正是因此，我在婚前会沉迷于林深的甜言蜜语，一毕业就结婚了。诚然如林深所说，我出嫁，家里什么都没陪嫁，所以我在那个家一直没底气，就连林深的爸妈时不时给我脸色看，我都不敢反驳。做饭是我，打扫卫生是我，伺候公婆还是我。若不是前世的经历，不知道我还要糊涂到什么时候。还好现在离婚了，租的房子虽小，但也能遮风挡雨。如今好好收拾了，也是很温馨的。最主要的是，这是我的地盘，我可以全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布置，不用再害怕别人会突然的闯入，也不用害怕别人不高兴。在这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心头大患已经解决，我也有心思考虑以后的事了。上一世因为要做试管婴儿，隔三差五的就要去医院，公司因为我请假太多为由辞退了我，也因此后边我身上一点钱都没有，带着一个孩子想走都走不了。但如今我可要好好工作。有句话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钱就没有发言权。我并不是一个能力出众的人，所以只能选择勤能补拙。我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改变了同事们对我的看法。如今提起我来，他们都说我是拼命三娘。领导看我如此努力，也公开表扬了我好几次，还把公司的一个重要项目交给我来做，并承诺如果项目完成，会考虑给我升职。6个月后，我圆满完成任务，顺利升成主管。事业的顺利不仅给了我很大的自信心，更让我的腰包鼓了起来。毕竟项目的提成还是很可观的，因为平时经常需要见客户，我也开始注意起了自己的形象。我去理发店烫了卷发，还去健身房办了卡，下班后就要去练上1-2个小时。本来美容院我也想去的，但价格太过于昂贵，我就在家里自制面膜，煲些养生汤。如此下来，本来5分的颜色也变成了7分。许多同事私下里跟我说，我现在比刚来公司的时候好看多了。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原生家庭的原因使我天生自卑，做事畏畏缩缩。可因为前世的经历，我改过自新，也明白了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跑，只有自己才靠得住的事实。我现在说白了，只是学会了怎么爱自己而已。人发光了，
自然会吸引到别人。如今我的身边也有了追求者，是我合作单位的对接人，很优秀，但我却不敢接受。或许是我自己现在的内心还不够强大到接受一个新的人来走进我的世界，我还需要继续修炼。我这边一片岁月静好，而林深那边也迎来了他的新生活。自打林深拿了离婚证的那天起，林深他妈就放下话来，要给他儿子找一个黄花大闺女。只是说的简单，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现在的小姑娘都不喜欢跟父母住，要有婚房，可林深家却只有一套房，嫁过来就得跟他爸妈一起住，这就导致很多人一听就拒绝了。而且林深本人的条件也不说多好，工资也只有8000块。况且林深他妈为了把林深撇出去，放出话来是因为我不能生育才离婚的。大家也不傻，谁能保证自己就一定能生育，而且一定就能生男孩呢？人生在世，谁也不能说是无病无灾。往后若是得个什么病，按照林深一家的做事风格，还不得立马跟你离婚啊？所以别看林深他妈折腾，但事实上林深可选择的空间并不大。不过听一个朋友讲，林深最近天天出去相亲，还真让他相到了一个姑娘。那个姑娘跟我一样，也是农村的，是家里的老大，父母双亡，只剩下他和弟弟。他生性坚强，拉扯着弟弟长大，以至于耽误了自己。现在弟弟结婚了，小日子也过起来了，他自己也快到30岁了，就想着把自己嫁出去。刚好想到了林深。刚开始林深是不太情愿的，因为这个姑娘比他还大3岁，且长相普通，他要面子，觉得人家姑娘配不上他。但他妈这些日子相看下来，也知道要是想找个漂亮的小姑娘不太可能了。人家选择这么多，怎么会看上一穷二白还离过1次婚的林深呢？林深在他妈的劝说下，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也同意了。可这日子啊，并不像他们想象中那般美好。那姑娘已经30岁了，一结婚就备孕，想要生孩子了。这倒跟林深一家不约而同。只是1年多过去了，那姑娘还没有怀孕，林深一家的脸色就又不好看了。平日里对那姑娘也开始不客气起来。但是那姑娘既然能一个人把弟弟抚养长大，又怎么会是一个忍气吞声的人？她直接去了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显示她一切正常。她要求林深也去医院，可林深此时也有些害怕了，毕竟一个没怀孕也是正常，2个没怀孕，会不会是她也出了什么问题？她越不去，那姑娘就非逼着她去。最后还提出了离婚，林深没办法，只能咬牙去了。结果这么一检查，就检查出了他不育。林深不信，又换了家医院检查，但结果还是一样的。这下可由不得他不信了。但幸运的是，那姑娘也并不是那种不能共苦的人，她提出要收养个孩子，但林深家不同意，说不是自己的孩子养不熟。那姑娘又说可以试管，林深一家还是不同意，事情算是僵住了。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病的原因，林深总觉得大家看不起他，性子变得越来越难以琢磨，时不时就要大发脾气。那姑娘本就因为林深不能生孩子的事心生怨怼，觉得林深是骗婚，只不过不好意思直接提离婚罢了。可林深如今的骚操作一个接着一个，那姑娘再也不想忍了，直接提了离婚。林深家自然不同意，林深已经离过1次婚了，现在再离1次，那就离2回了。何况他现在又刚检查出来不能生育，若是被人知道，以后还能找到什么好姑娘？林深一家百般祈求，
只可惜那姑娘性子刚毅，决定的事不会轻易改变，婚最后还是离了。但据说闹得特别难堪，同个小区里住了几十年的街坊邻居都知道林深得了不能生孩子的毛病，他们互相打探。你们说他们家前一个媳妇到底能不能生？会不会是？大婶指了指林深家，他们家故意那么说的。那也不是没有可能，哈哈。原来2年离了2次婚这事，林深一家也说不过去了。面对邻居们总是投来费解的眼光，林深他妈只好为儿子强行挽尊，说那姑娘身体有问题。结果这说法传到了那姑娘耳中，那姑娘狠狠闹了一通。这下大家都知道了，原来有问题的是林深。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不知怎么的，就连林深公司的同事都知道这么回事了。林深嫌丢人，索性不去上班了。就这样，林深在家待了几个月，颓废的胡子拉碴。林深他妈一看不行啊，又张罗着给他儿子相亲。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他儿子不能生，又离了2次婚，谁都不愿意呀。后来也不知道他们是发了什么疯，竟然又找到了我，想让我跟他们的儿子复婚。中午下班后，我在公司门口看见林深他妈，还以为是做梦了，但很显然并没有。林深他妈已经扭着肥硕的身子走到了我面前。时隔1年7个月，我又一次看到他的脸。按说我会很生气，但不知道为何我的心中却甚是平静。儿媳妇，你下班了？林深他妈肥胖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谄媚地看着我。我皱眉，谁是你儿媳妇？可别乱说。嗨，妈知道以前妈有许多错处，可现在妈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已经改了。小慧，你就原谅我吧。林深自从跟你离婚后，心里总是不好受，把自己关到家里，到现在还想着你呢。小慧，你看你现在也没结婚，就跟林深把婚给复了吧。妈也想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以后你们的事妈也不掺和了，没有孩子也没有关系，到时候收养一个就好了。如果不看人，只听这一席话，还以为林深他妈是个多善解人意的老太太呢。只可惜我很了解她的底细，就是不知道她今天来这一遭是她自己想来的，还是林深授意的。我嘴角勾起一丝冷笑，怎么，听说你儿子现在不能生孩子，又离婚了？这时候想起吃回头草了，可你也得看看这回头草愿不愿意呀。林深他妈没想到这事都已经传到我耳朵里边了，脸上刻意堆起的笑一下子没了。但他自然不能在外边承认他儿子有问题，只能一个劲的找补。那都是别人看我儿子优秀，故意编排的。我儿子有没有问题，我还能不知道吗？他离婚是因为林深的心里都是你，好家伙，还把他儿子离婚的事推到我身上了。可我可不想平白无故的背上一口大锅，只用杀死人不偿命的语气歉歉地说，哦，那他不要，我也不要。林深他妈还以为他一出马，我就会感激涕零地答应他呢，没想到却吃了闭门羹，心里恼怒极了，却又强压着跟我说好话，没想到又被我拒绝了。饶是他脸皮再厚，也接受不了了，在公司门口就嚷嚷起来了，你还以为你多金贵呢，还看不上我儿子？你一个不能生的，配我儿子不是挺合适的吗？你还指望着能嫁到别人家呀？也不看看你连个孩子都生不了，谁还敢要你？林深他妈3言2语就把他儿子卖了个干净，可他却看着人来人往的人群驻足停留，却愈发得意。这就是一个蠢得不能再蠢的女人。她以为我会因为这些而屈服吗？我不会，重来一世。我早已学会不在乎别人的目光，
而且人们也并没有像他想象中向我指指点点，反而纷纷指责他不地道。既然已经离婚了，就不要打扰对方。是啊，他以为他是谁？你听见他说的没？他儿子又结了一次，又离了，现在想起前妻了。哦，不是前妻。他该不会以为刚才他这么一闹就能达到目的吧？说真的，我真怀疑他脑袋有问题，非得来这告诉大家他儿子不行。林深他妈脸色绷不住了，就又想重复他那经典动作，往地上一坐，就要撒泼。只可惜保安已经盯了他许久了，他一坐下就被保安一人抬一边扔到外边去了，只剩下他的叫喊声在空气中回荡。林深他妈的到来没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只公司的同事知道我是因为不能生育被离婚的，看着我的神色总有些同情，但并没有轻视。领导偷摸地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需不需要先休几天假。对此我婉言拒绝，说真的，林深他妈现在对我来说一点杀伤力都没，更何况我现在可不想请假，请一天假要扣好多钱呢。我打算婚前给自己攒一套房子的首付。当天晚上，林深就用一个陌生号码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一时不察，接了个正着。电话那头，林深气急败坏，我知道你现在在看我的笑话，你也别得意，我是不育，可你也不能生，咱们半斤八两，你凭啥？林深的话还想说下去，我却没耐心听了，直接挂断了电话。后来那个陌生的号码又打来了几次，直到最后他发来了几条谩骂的短信。他这是破防了，他该不会以为我心里还有他吧？以为我一定会答应他复婚的要求，可没想到备胎的我都拒绝了他，所以他受不了了。难保就是这样，一点挫折就打趴下了。后来林深他妈又明里暗里来找过几次事，但都被我挡了回去。估计他也知道没什么希望了吧，就放弃了，继续给他儿子相亲。直到几个月后，我在朋友口中听到林深又结婚了，这次的结婚对象带了一个5、6岁的小男孩。我暗自偷笑，这下林深一家不用担心没孩子了吧？只是后来又听说林深爸妈对那小男孩不太好，因为这个孩子妈妈跟他们天天干仗，此番种种暂且不提，指我跟合作客户在日益相处中感情也慢慢加深。那日林深他妈来公司闹了后的当天，他就跟我表了白，我思索再三答应了。事后我经常跟他打趣，人在脆弱的时候最容易被人趁虚而入。他却说他当时想到我被闹了一通，心里肯定无助得很，他想赶紧到我身边来保护我。我很感动，也许我应该勇敢一些。确定恋爱关系的第3年，我们结婚了，他为我举办了盛大的结婚典礼，我觉得很幸福。婚后的第2年，我怀孕了，6个月的时候，我的肚皮已经高耸。我和老公在商场的餐厅吃饭时，竟偶遇了林深。彼时他正跟着他的新妻子和孩子吃饭，看见我带着的肚子，他很震惊，愣在原地许久。也许这个时候他明白了许多，也许他的小脑人啥也明白不了，但关我什么事呢？我的大好日子才刚刚开始。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